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要关心哦，因为现在美国总统川普被说一下 Mega 一下 Taco 哦，那他到底是什么算盘？尤其跟中国大陆之间哦，到底盘算什么呢？好，我们看到了最新中国大陆商务部说，其实美中昨天才进行工作层的会谈，所以说不能边谈边恐吓啊。好，讲得很明白哦，就说这个一边要谈，一边又新增限制的措施来相威胁。好，所以呢，川普是不是就是常常会这样啊？他这个大佬的个性哦就出来了。好，那当然我们看到美国财长也说，川习会到现在都还没破局哦，那也警告不排除任何报复中国的选项。好，说美国可能会借助什么手段来迫使中国大陆撤销管制吗？贝森特说，其实不排除所有可能哦，很多的反击措施，但是他看好情势能够降温。好，但问题就在说，川普不是现在扬言要报复中国吗？那美股就跌了嘛，所以我们也看到马上哦，这个川普也 tackle 了，好，贝森特态度也放软了。他说，美国不一定会寻求跟中国对抗，而且川普100%的关税也不一定会实施哦。但是中国必须要撤回出口限制，这是中国对抗全世界。那他说，他们把火箭筒对准自由世界的供应链跟工业基础，我们不会接受。好，那到底会不会加征100%的关税给中国呢？现在中国的态度是，好，只要呢这个美方没有反省自宫，反而是以高关税来相威胁。所以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也必定会坚决的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好，所以有中国大陆的回应也是非常的强硬。但我们看到了习近平还是有一些方式。好，前一天我们曾经讲说，他现在也拉高了层级嘛，到了稀土的管制跟限制的部分，所以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招数呢？第一个当然就是稀土哦。白宫的前顾问说，这稀土在握，其实中国大陆有能力禁止任何国家来参与现代经济哦。所以他说，不能忽视稀土的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设计出一套这个使其有能力禁止地球上任何国家参与现代经济的可能性。好，那中国大陆的官媒则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正在成为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而且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安定跟稳定。好，那除了稀土之外，其实电池哦也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出招的牌哦，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哦祭出了电池出口的限制，那锁定的就是华府能源命脉。那分析师就讲说，中国其实最近对电池的出口限制哦，其实可能会对美国的企业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它包含用于能源储存的大型锂电池、锂离子的电池，还有阴极还有阳极的材料，甚至电池制造机械，那这些哦都是中国拥有稳定领先地位的一个技术。那现在中国也收紧了稀土的这个高级锂电池的出口，所以就会整个掐断了 AI 电力的命脉吗？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AI 非常需要用电。好，那中国正在用它全球关键材料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要将稀土、还有超硬材料以及高阶锂电池等战略物资实施出口限制。这恐怕就会对美国的 AI 相关企业，特别是 AI 数据中心，会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好，所以有锁定的要从 AI 开始看起。好 ，AI 的所有相关的供应链跟供应的相关东西，可能都是中国大陆会出的招。但问题是呢，美国这边还是有人不断的到中国。我们最新看到的就是库克。好，有人说他是到中国来自救，因为毕竟中国的市场很大。好，那来看看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还有拉布布艺术家龙家生跟库克他们进行了亲密的互动，说一起参观了拉布布系列的原创手稿跟丰富多元的产品。所以有这个库克现身在上海，那他都没有去 Apple Store， 他反而是先跟这两个人见面。好，那他抵达中国之后，我们看到他跟泡泡玛特的这个创始人兼 CEO 的王宁会面。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画面哦，因为呢，他向库克
这个王尼向库克致赠了这个拉布布玩偶来作为纪念品哦，而设计师龙家生则是特别赠送了一款手持橙色 iPhone 17 Pro 的拉布布定制玩偶哦。好，拉布布真的现在在很多的年轻人身边都相当红哦，所以库克到了中国大陆也要去看拉布布哦，所以不是先去自己的 Apple Store。好，那库克首现身在中国大陆的抖音直播间哦，所以大家就说哇，现在连库克都要来直播了吗？好，所以他讲了 iPhone Air 的开启预购哦。好，我们看到他到底说什么？他出现在了 Apple Store 官方旗舰的抖音直播间，亲自宣布 iPhone Air 将在中国大陆开启预购。那这是库克首次在中国通用这个直播的形式跟消费者来进行互动，所以大家说哦，原来中国市场用这个直播的方式，用抖音的方式最容易让人家看见，它也入境随俗哦。好，你看到吗？这个库克现身直播的这个苹果直播间，那活久见，库克竟然带货直播来进行带货了，所以这个是相关的这个画面哦，提供给大家来看。好，那我们看到了川习会哦，因为在10月底的时候，在韩国庆州这边有 APEC， 大家预期2个人可能见面，但是最近川普哦这个喜形于色、喜怒无常的方式，让大家又觉得说好像会破局。好，我们就先问赖教授。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完全不怕美国也不在乎美国的，其实我觉得只剩下中国大陆他完全不怕美国。我觉得这一点在各方面的表现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从日内瓦的会谈就是从川普2月开始打关税战，然后4月、5月的时候开始进行日内瓦会谈，然后一直到马德里的一个会谈，4轮的会谈中，每一次谈完了，美国继续对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中国实施这个限制、那个制裁，然后那一个禁止，就是不停，总共累积下来已经有3000多项了。这个对大陆来说，这个你谈完，你的另外一只手有毒的手、阴狠的手又出来了，谈完了又出来了，不停的这样子。我觉得大陆的耐性用完了，耐心也用完了。那用完了以后，也就是直接告诉你，再来搞这一套没用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再是用政治、外交、商务的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中国现在把它回归到法律法规的这个层面来解决这个商务之间的问题了。为什么？稀土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国家，船舶是有针对国家，因为美国在4月17对中国的船舶，那么有课征301的特别这个税，那中国大陆也针对美国，在10月14号就今天开始生效，也针对美国，这是针对性的。但是稀土它不是针对性的，稀土它是一般性的，它是法律法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只要任何威胁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中国的稀土的供应它会进行审批、审查跟批准。在军事这部分使用的稀土是完全禁止，完全禁止哦。然后民用的这个部分是要经过审查，然后批准。那这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只要含有中国的稀土的含量跟技术0.1%，那等于是1/1000了。你只要有1/1000，那你的产品卖给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过中国大陆的批准。我举个例子，假设德国做光学的仪器镜头，然后他要卖给 ASML， 而 ASML 他的这个因为根据国家安全的理由，他不把他的光刻机卖给中国，那德国的公司向中国要稀土，那中国可以告诉德国，我给你稀土，你不能把你的零料件卖给 ASML， 因为它对我构成了安全上的威胁。如果你卖给他的话，那你对我就构成了安全上的威胁，我就不会再把稀土卖给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切断 ASML 从德国所获得的关键的零料件。一旦没有德国的光学的这些零料件， ASML 就做不出来了。只要少一个产品，它就做不出来。那这套是谁发明的？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当初就是不准 ASML 卖给中国的时候，就是说对不起，你里面有我的技术在里面。
只要是1%或是0.1%，那你就不能够卖给中国。所以 ASML 它就不能够把它的这个光刻机卖给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告诉全世界，你哪一个买我的稀土，你的产品如果卖给我，对我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国家，或者是那个企业，我是不会允许的。如果你偷偷卖的话，那对不起，你的供应就断掉了。这个厉害啊！这个就是一个已经用法律规章制度来跟美国以及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所有的国家，大家来打一场仗，看这场仗怎么打。好，我们接着问岳教授。是的，我跟大家要了解一个重要的观念呢，为什么股票会下跌？为什么中国对于所有的稀土出口采取这个审核制度的时候，无论是民用的或是军用的，美股都会下跌？最主要原因的话呢，就是川普马上回敬以100%的关税。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整个世界股市要稳定的发展，就是需要稳定啊。那么川普这边动不动就来了100%的关税以后呢，马上就退回去了。为什么股票一下子就跌了这么大？为什么股票今天又涨了这么多？大家就要了解啊，股市是最敏感的。那么贝森特讲的消息的话呢，其中大家就可以联系得到，就是说100%的关税我们不一定要抽了。那这句话呢，就是美国认怂了吧？那个非常简单了。你现在讲到任何的情况，我觉得美国有几项特性啊。美国第一个的话呢，平常骄傲自大已经成了习性了，非常非常了解啊，自己认为自己无坚不摧啊。那这次碰到了中国的话呢，就碰到一个很硬的对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说话不算话。美国走的这个政治上的逻辑啊，是这个马基维利式的。大家要知道什么叫马基维利式啊？就凶狠的就像狮子一样，狡猾的像狐狸一样，跟中国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第三的话呢，美国本身的话呢，可以讲话不算话啊，自己说什么，大家一边在谈了，一边在想办法，小动作不断啊。今天的话呢，小动作讲到今天这个10月14号开始这个抽这个集装箱的轮，只要是中国制造的船只，尤其是中国制造开自己的船只到了美国港口，20万吨的集装箱轮要抽1000万的税，这还得了啊？生意怎么做啊？大陆马上反制措施，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出了招，中国通通一一回应。前所未有，这里面说明一个非常重要。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到了今天的话呢，不但开打，而且回到了川普刚上任的时候。事实上，我非常有信心啊，因为川普本身一定是受不了的，因为他们美国本身来讲没有制造业，其实不是只有稀土而已啊，光那个药材啦，还有那个这个纯高度的金刚石啊什么，这里面的对于中国的这个产量的依附，涉及到高科技的产品，涉及到军事科技产品，已经高达了80%-90%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招一招出来，美国自己心里明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川普越来越不 mega， 越来越 taco。那另外要讲到这个库克到了拉布布去给王林做广告，很明显啊，这个是 iPhone 的老板给这个拉布布做广告，你知道吗？啊，为什么呢？让人家产生一种联想力。那库克的话呢，到了上海去，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呢，现在的 iPhone 在卖的话呢，遇到人基本上来讲啊，虽然大陆这边受到很多制裁，但是 iPhone 在大陆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那么库克本身做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呢，就看到这个消息来讲，第一点的话呢，库克对于中国啊，因为这个 iPhone 是走在最前沿的科技，然后的话呢，拉布布这边的介绍的话呢，也是属于一种中国这个文创产业的东西。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呢，库克要发表在这个 iPhone 17之前，一定会有这个让人感觉到有经验的地方，所以在借这个机会也造势。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库克本身来讲，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的话是维持原来的计划。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说对于目前中美之间博弈的话呢，可以说是上面的话呢打得非常激烈，可是下面的话呢，大家已经有了答案的，尤其是股市，他们就知道中美之间的话呢，要合则两利，如果要硬干的话呢，美国不但得不到好处，我在这边可以讲，美国本身来讲会越来越麻烦，更不要讲说美国现在的政府都属于关门的状态，然后自己的话对于军人连饭都吃不上的这种情形，确实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美国进一步的发展的。好，因为这个川普他1.0的时候看起来这个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较劲这个中国大陆是占下风，但是到2.0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开始用一些组合拳，所以这次美国已经没有办法非常能够了解中国大陆的出拳了。将军，我们讲 taco 当然是有一点嘲讽
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经常反反复复变来变去。但是你要知道，国跟国尤其是说我们讲说君无戏言，就代表说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的话，你讲话要算话，因为信用是很重要的。我们包括一般平常的一般寻常老百姓，我们跟银行借钱，最重要就是你一个信用嘛。你信用好的话，就代表你的人格。那你想想看到一国这个一国的总统来讲啊，尤其是像美国这种大国，你怎么每天可以反反复复说来说去，变来变去？那尤其是最近这一包操作，说要苛征中国100%的关税，然后第二天又口气放软，那很明显让人家感觉到你是不是在这个内线交易，在炒作股票？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讲这话，而且公开的跟他那些这个金融界的大佬这边讲说，每一个点名你赚了多少，你赚了多少。这个把这个第一次关税日的时候，就是解放日的时候，他把关税定得很高，结果大家股市压下来，让底下他的这些这个金融界的朋友去买，买完以后第二天他又取消了，他又延期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很明显的，是不是川普又在做一个股市内线操作的一个操弄？这个让人家觉得非常不耻。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川普会踏过，中国会不会踏过？中国不会踏过，中国讲话一定算话，他一定到底。所以这次吸毒管制，他会给你最起码一定会到底。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们从这个上一次在马德里，这是中美双方贸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谈到嘛，美国中美贸易有3个 T 嘛，台湾这个关税还有 TikTok。那时候我们感觉到 TikTok 中国已经让步了，那是不是之后美国有很多地方来讲的话，他不肯让步，他一直反反复复，所以逼着中国非要在这个基础上面加强这管制，然后掐死你所有命脉。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自己要注意到哈，你会 tackle， 但是中国不会 tackle 会跟你硬到底哦。你如果说不让步的话，他是不会让的。对，所以现在这个美中2大国这个较劲持续，我们大家也是持续带您关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持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军的部分哦。因为最近美军的状况很多之外，连他们的战争部长其实都召集了全球的将领。好，那他当然后来大家发现说，原来只是在讲一些这个服装仪容啊，或是肥胖的问题哦。但问题就在美军现在是不是也盖上了遮羞布呢？好，有人说这个杜鲁门号演说川普登上去了，但问题是发现了巨大的遮丑布，就是我们圈起来这部分哦。就这个遮丑布下面是什么？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8个月前他们有一根这个商船相撞，留下了凹痕跟受损的管线。好，所以呢，他为了把这一块受损的遮住于是呢，就有一块巨大的帆布。那正好这个川普又在这个美国海军成立250周年的庆典上面来亲临，登上了杜鲁门号所以没办法，只好拿到了遮羞布来遮丑了。好，但是呢，美国的福特号现在没有弹射 F-35，现在有个秘辛说他服役多年呢，但却只看到 FA-18E 出勤。那这个不寻常的状况就引发很多人关注嘛，但后来发现这原因是福特号后勤系统其实不适合 F-35C 的部署。那当时美军对 F-35的实际后勤需求都还属于未知，所以在福特号建造阶段无法预先的设计。好，那美国国防部也说，战争部长现在批评官兵太胖。那德州的国民兵照片出来之后，就引发了众多的笑话就是嘲讽。哇，现在他们就被换掉了。好，确实这照片看起来就跟战争部长要的体格是不太一样尤其这是国民兵嘛好，说美联社记者所拍摄到一张照片显示这些体型比较臃肿的士兵他们坐着军卡到了芝加哥的近郊。好，那这个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在 X 发布之后，其实浏览人数已经来到了3000万次，引发美国网友的嘲讽。好，所以有人在社群平台上面就说这个
个皮特看起来这个照片肯定是不会高兴的。还有人调侃说，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找最近的芝加哥披萨店。那网友严肃的指出哦，照片当中没有一个人符合美国战争部长所说的标准哦，确实是有点太过肥胖了啦。好，那未来是不是后继无机呢？因为还是没有公布开发商的人选哦。那这个包含的就是美国海军的6代机哦。那其实到13号为止都还没有公布最终的开发商，所以有路媒就报道说，美国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又急又焦躁的困境，所以未来美国的海军恐怕是后继无机的情况。好，那我们看完美国的一些困境之后，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也正在军事上面布局当中，包含的是珍珠岛链。那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南海航母啊，现在有解放军海军首艘电磁弹射型的航舰福建号已经首次的展现弹射起飞多款的舰载机，像是新型的歼35舰载机，还有歼16的大型战机，还有空警600哦，这个舰载预警机等等，都能利用福建号的电磁弹射来起飞，然后都没有冒出烟气哦，破除外界说只是蒸汽弹射机的一个传闻。好，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杂志也报道说，他们用进化的一词来概括了像是歼35还有歼35设计方案，使其成为一个具可靠先发现先开火能力的一个作战平台哦。所以他们认为歼35战机已经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好，那川普这边当然有一些预备啊，他们也是要拉盟友嘛。那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他是单边主义的，但他还是会拉一些盟友来抵达这个珍珠链哦。像是他们有找这个大规模的整建珍珠港，要强化印太的部署。那军文网站就有报道说，美国海军从明年开始就要启动夏威夷珍珠港西肯联合基地的整建升级，那为的就是要让这个朱瓦特级驱逐舰还有维吉尼亚级的攻击潜舰要扩大的进驻，强化印太地区的部署能量。好，那现在也有的盟友就是日本第6艘的大鲸级潜舰，在14号要下水哦，当然就是为了第一岛链的水下战力。那这也是军文网站报道说，为了反制中俄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扩充他们的水下舰队。那他们最新的是大鲸级的柴电攻击潜舰哦，他们采的是锂离子电池的技术。那这个改变就被认为更适合在第一岛链的复杂水域当中来进行作战。好，我们看到珍珠岛链、第一岛链其实都是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较劲的一个场域了。所以美军的部分大家也很好奇啊，明明就已经有这么大的这个问题，结果川普还要登上杜鲁门号来演讲。我们先问将军。这从杜鲁门号这个那时候发生这个碰撞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个胖胖兵我们就看出来美军的一个散漫。为什么杜鲁门号那时候为什么会撞到？你一个航空母舰它要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它停在那边，就另外一艘商船过来，居然你一个航母战斗群没有任何一艘船发现雷达兵也没看到，值更官也没看到，周边的警戒也没看到。那试问一下，如果说是这艘是商船，那如果说是这个恐怖组织架了一艘这个自杀快艇过来的话，不是把你杜鲁门号直接炸掉了吗？那所以说这次碰撞来讲的话，就我们军事来讲，真的是不可思议。后来杜鲁门号不是又发生一次，他在红海地区他的 F-18战机被自己的这种驱逐舰击落的事情。那你可以想象，这种战争最起码很简单嘛，你应该是不是没有开敌我识别器？在我们军人来讲的话，你自己的战机、自己导弹应该不会打到自己战机，因为有敌我识别器，你发现那是自己飞机，你就可以关掉。卡达不是就这样吗？卡达那时候为什么他们埋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来讲把这个敌我识别器把你关掉，让这个以色列的 F-35战机可以攻击卡达的设施。所以我觉得，那你看这个胖胖兵也是一样，整个是代表美军的散漫。那之所以说福特号这个不能弹射这个 F-35C，这已经不是旧闻了。你知道，川普第一任1.0的时候，大家在他的艾斯培，就是他第一任
国防部长的回忆录里面，他已经有叙述到这一段，他很生气，川普很生气，他要求把这个福特号它电磁弹射改为蒸汽弹射，因为那时候就知道不能弹射这个，所以你勉强让福特号去出任务，只是说因为这条航空母舰已经做好了，那不得不出场，如果不出场的话，那会变全世界军迷的耻笑一个对象，勉强将这艘福特号出去出任务。但是上次我们就看到，上次他出任务是什么时候？是以色列来讲的话，跟伊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福特号摆到地中海那边去。那时候我知道，上面怎么没有看到 F-35C？原来它是不能弹射。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福特号在设计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 F-35这款战机出来，所以他没有把 F-35整个考量进去。从这个东西里面，你就看到美军的这个军武制造，大概是各个公司搞自己公司，因为它都私人企业嘛，你弄你的，我弄我的，那没有一个整合。但你回头去看，就跟中国解放军做一个比较来讲的话，它一定是每套东西都配套。现在你不要看这个福建舰它未来我觉得它也很可能弹射的就是歼50第6代战机，因为它都一个整个系统。一个国家在整体规划之下，一定有相对的配套措施才做得出来。所以，我们从这边也看出来，中美两国的军力在这种整个制度的差异之下，有很大的差距。好，我们接着问赖老师。美国的海军在这几年一直在出状况，不管在日本海、在韩国，那跟商船、跟轮船都相撞。美国的核动力潜舰在南海还触礁，然后拖回去，也隔了1-2年才维修完成。现在美国的这个航母在地中海还会不是在红海这个地方，还会跟商船相撞。其实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除了军纪以外呢，就是过度的使用他们的海军的。也就是说，一般来讲，军队是不能够过度使用。你军队它有一定的一个张力，到了那个程度以后，你就必须要换班了，不然的话。那些军人他本身的注意力、他的纪律、他的作战能力，都会因为我们叫做弹性疲乏。我们在军队训练士兵，在出任务、出演习的时候，我们也很注意到我的士兵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可是美国由于他们的海军，他们按照过去的规定，基本上都是6个月做一个轮班。可是我们看到杜鲁门号在前段时间跟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打的时候，他们已经超过7个月、8个月了，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大了。这是他们第一个，就是过度的使用海军，过度的去彰显他的军力，所以造成美国的海军它本身已经陷入了弹性疲乏的情况。第二个就是船撞了，结果到现在已经隔了几个月了，还没有办法进场维修。然后什么时候会进场维修呢？要等到明年。明年什么时候还不确定，这代表什么？美国的维修能力也有问题了，造船能力有问题，维修能力有问题。各位想想，这些船破了然后你还让总统去上一个烂船、破船，然后在那边耀武扬威，结果被人家拍出这艘船是破的，这个整个美国的败坏就在这些地方都展现出来，很邋遢，很邋遢。很多人就看说，这是美国吗？这是50年前的美国吗？怎么沦落到这个地位呢？然后您讲到6代机，空军没有因为到目前为止才刚刚说要批给波音来做，海军也没有，因为到现在还没定案。可是大陆的6代机已经开始在试飞了，又落后了。大型的无人机中国大陆已经在量产了，开始已经分配给部队开始使用了。有人机跟无人机的联合作战已经形成了，而美国还没有。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20年前，小布希去入侵阿富汗，侵略阿富汗，打了20年战争，消耗了2兆美元的军费。接着他又去入侵这个伊拉克，10年也消耗了一大部分的军费。奥巴马上来了以后，去打利比亚，去打叙利亚，所以唯一不打仗的就是川普了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连续的总统不断的在外面发动战争，结果他的军费消耗光了，那能够做出什么武器？好，袁教授，
我不晓得我在台大教书被那个多元文化 DEI 训练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上个礼拜听到赫克赛斯一讲到太胖的人就要滚蛋的时候，我心里头就非常不舒适，因为我们通常话呢是讲求以标准取人，不能够以貌取人。我觉得的话呢，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确实是白种人相对而言，他们的胖跟我们讲的胖就不太胖。他们常常问我们问题，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看起来都瘦瘦的？其实我们不瘦啊，但是他们胖的实在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海克斯那种说法上来讲的话，确实是讲到，我必须要替这个美国的大兵讲几句话了。首先第一个，这里讲的是国民兵啊，叫 National Guard， 它其实离那个 Army 还有一段距离了啊。国民兵大家知道，国民兵因为通常来讲的话呢，就是不是真正的部署在国外的部队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退役军人啊，他们都是职业军人，是职业军人 ，National Guard 是职业军人，他们是服兵役要超过5年以上的啊，好，反而都是专业的职业军人，然后在部队服役完了以后但退役了，对，退役了嘛，都是一群那个就资深的嘛，海外的一个作战经验。谢谢这个赖玉轩的补充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海克赛斯的这种讲法，就外表来讲的话呢，其实因为有一些人他天生就很胖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美国的兵员呢，如果真的有那么好的话，像那个解放军，我看的非常多哈。他大部分都瘦瘦高高的，因为他兵员非常多嘛，所以说可以挑嘛。那我相信美国的话，当兵的标准的话，一个就是高中毕业，另外一个是不吸毒的话，这个标准挑成这个样子，也就是很勉强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了，那个川普本身来讲，现在这个国家停摆，然后这个军人没有薪水拿，还要跑到这个食物银行里面去排队，一大早起来去要饭，对不对？然后呢？川普居然想到10月份要阅兵搞不成以后，还要来个阅舰啊，阅舰啊，就是要海军要给他看，让他这个耀武扬威一下。但是这个海军耀武扬威的话呢，这个杜鲁门号这个破了个大洞，还到现在没办法维修起来。我觉得这里头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了，因为那个川普在前面讲话的时候呢，要列一块布啊，就遮住啊，那个真的是遮羞布啊。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他当然呢回头看他也看得到，但是他会觉得很不满，因为呢，川普本身一直认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啊。事实上，我觉得呢，现在整体来讲，光是从这个兵的这个数值来讲，我讲这句话可能有点直接一点了。就是昨天我跟亮哥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这样讲，就是美国愿意当兵的都是中下阶级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到美国的话，美国上层阶级啊，你看那个川普的女儿啊、女婿啊，都长得瘦瘦高高的。那美国的中下阶级啊，就大家有机会看一下，那确实比较不注重身材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来讲，美国的兵员真的恐怕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你就只剩下胖的，你不挑怎么办呢？啊，就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持续带大家关注的还是川普，因为川普现在不在美国，他跑到了以色列这边，然后他到以色列这边，当然让他更开心了，因为大家是欢迎他的。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画面哦。好，其实呢，这个川普他在以色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纳坦雅胡亲自到机场来迎接，那以国的海滩还出现了巨型标语来欢迎川普到来，这国柜还分发了印有川普和平总统字样的红色棒球帽哦，所以有非常热烈的欢迎川普。好，那我们也要看看川普怎么回应哦。他其实有特别讲到说，今天是一个充满深刻喜悦跟希望翱翔的日子哦。说纳坦雅胡有非比寻常勇气的男子汉，以色列将迎来黄金时代哦，而且不只是以色列，整个中东地区就会来到一个黄金时代。好，那因为成功斡旋了加萨让川普跟这个被以色列当成了民族救星，所以他到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全场帮他起立鼓掌。那纳坦雅胡也开始狂称赞川普说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在白宫交的最伟大的朋友好，那加萨停火之后，我们看到纳坦雅胡也送了川普礼物是一只
金色的和平鸽。好，所以没有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没关系，我们拿到了纳坦雅胡金色的和平鸽哦，好，也是有另外一番风味啦。好，那川普在以色列议场发表演说，但是有2位议员抗议起立来驱逐哦。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哦，其实这2名左派的议员抗议，其中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种族灭绝，好，另外一块牌子呢是承认巴勒斯坦哦。好，那就迅速遭到安全人员赶出了议场哦。那为了避免这个川普在现场有点尴尬，所以赶快把人带离。好，那川普就有在现场说，效率很高哦，马上就把人带走了。好，那川普现在说要有一个新中东时代哦，他除了到这个埃及来签和平协议哦，其实他就有特别讲到加萨。他说，加萨人现在很专注的焦点必须是恢复生活，说很多的资金都会涌入加萨，协助他们重建。很多富有强大的国家从上周开始都跟他来接触了，好说表达愿意帮忙投入必要的资金重建加萨。好，但是这新中东时代真的有办法马上开始吗？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这里有放话哦，说只要哈马斯仍然控制地下武器网络，他们的国防军就不会撤出当前在加萨的据点。好，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停火？或许只是暂时的。好，但是川普要讲得很好嘛。好，那些有说7000武装哈马斯从地道冒出来，所以人质获释之后，现在加萨的局势还未解哦，恐怕会引爆的是内战。好，这是在加萨公开部署武装人员哦，那以彰显他们还具有这个掌控的能力，就是哈马斯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势力。那分析人士说，一旦人质释放完毕，如果哈马斯没有办法维持国际斡旋方跟以色列的信任，就可能再次遭到军事的攻势。好，那以色列这边说，人质获释之后，其实要全面的摧毁加萨地道，因为他说所有的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地道嘛，他说已经只是军方准备执行了这项任务，这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所说的。好，所以看起来这个战争还有可能再继续下去只是有没有触及到一些相关的敏感。好，但是中东的新时代，这个新中东时代的川普心中到底怎么想呢？我们刚刚看到他也到埃及去签和平协议，他还签了加萨的和平协议，然后甚至还想跟伊朗来进行和谈哦。那川普自己是讲说，以色列已经借由军事手段来达成所有的战果，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开启一个中东合作的一个新时代，迈向跟伊朗的和平，所以也算是跟伊朗递了橄榄枝嘛。好，所以他就说，我们准备要跟伊朗达成的是和协议，说如果伊朗准备好，我们就安排就绪，然后就会是伊朗做过最好的决定，而且这一定会发生。好，伊朗是这样想吗？我们看他们的外交部长就说，好，我们欢迎美国提出一项公平且平衡的核子计划方案，而且会加以考虑。但是到现在我们根本没收到你们的回复那俄罗斯外长则说，其实跟他们伊朗的这个军事技术合作没有限制啊，这个是他们的外交部长所说这个俄罗斯跟伊朗在军事合作上面没有设置任何的限制。好，看起来现在川普对于中东的局势有点想要开始掌控哪个部分是我的，哪个部分要听我的，现在他在操控一些局面。我们先问赖老师，加沙地区的和平我们审慎乐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炸弹随时还是会爆。川普目前的这个动作做很大，把功劳都归于自己，一旦又打起来以后那颜面就扫地了所以川普其实也有很高的风险，这个政治风险会随着他的这一次的这种自我炫耀越大，他的政治风险也就越大。我们要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哈马斯为什么会有在加沙地区200多万人，比台北还大一点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它会有势力？也就是哈马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但存在，而且能够控制整个加沙这个地区200多万人？其实它的土壤就是来自于仇恨，而这个仇恨就是因为以色列把加沙这个地方打造成为一个人间的监狱也就是说在太阳底下的一个监狱。为什么？因为他不让加沙地区的人出去，他把他困在那个地方，被困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然后他们本身跟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两边是没办法连结的。
那他们的人啊，就是加沙的人要进出都要经过以色列的审查批准才能够出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人世世代代没有前途，没有前途，这种仇恨就越来越多的情形下，他们当然就提供给哈马斯这个极端的这个组织它一个养分了，所以它就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壮大，再加上不管是伊朗还有卡达，有一些这个对于以色列有敌意的国家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富豪，他们会提供给哈马斯所需要的经费，然后哈马斯他们也可以获得武器，也可以获得经费，也可以获得弹药，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建立一支强大的部队，那个经费很大的部分都是从海外来，从加沙地区以外的地方来的。那你现在你停火了，停火你把哈马斯都排除在外，你不让他参与整个加沙地区的治理，你如果让他参与，他至少还从地底下跑到台面上来，我们还可以监控。可是你都把他排除在外的时候，这些人他很有可能进入地底下了。进入地底下，不要忘了这2年来的7万多人的被杀戮，这一段时间有这么多人的受伤，这个仇恨是很深的。那因此对于哈马斯来说，他还是有很肥沃的土壤可以让他继续去成长。所以我倒觉得说，与其把哈马斯都排除在外，倒不如把它纳入这个治理的里面的一个部分，能够掌控它、管控它，会比把它逼到地底下来活动还要好一点。好，所以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说，这个中东的和平只是短暂的。好，但是刚才老师也讲嘛，这个哈马斯如果让他加入，我是认为说，他们地方的人会觉得，可能又会让他再壮大一次，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考量。好，我们接着问苑教授。对，我不是想要从负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一次的和平协议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个是和平总是比战争要好。但是这个首先第一点只是一个停火协议啊，再者的话呢，确实我也同意了，那个川普的表现得过于高调了，然后受到以色列人欢呼啊，然后那个他里面选的那个负责那个协调的人的话，那是 Tony Blair 英国原来的首相呢，然后那个库什纳是他的女婿啊，都很有功劳。大家听我在这边介绍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见了？什么角色不见了？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啊！大家只有在那边欢呼啊，狂欢。以色列欢呼，以色列凭什么欢呼啊？以色列杀了67000多人呢，其中60%是妇女加儿童啊。对不对？哈马斯的游击队，首先的话呢，目前为止在加沙走廊的话呢，有3个现象，使得这个停火的现象很难够继续进一步维持啊。第一个，美国人、以色列人，尤其是以色列人，对于哈马斯的游击队的话呢，所处理的态度的话，不但是放下武器而且的话呢是要全面投降最好就全部滚蛋，否则的话呢照样不会军事停止。所以说以色列的话呢，沿着步骤是目前为止占据55%，然后退到第2阶段有45%，最后退到15%，以色列不会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川普的协议原来是21条，现在变成20条，吃掉哪一条？吃掉原来承认巴勒斯坦要建国。巴勒斯坦建国是全世界140多国家同意的，是联合国的规定现在居然提都没有提，完全没有提到。我刚刚听到一轮在介绍这里面的和平协议当中，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现在是谁代表只有说什么呢？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里面的领袖叫阿巴斯，阿巴斯也不喜欢这个哈马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巴勒斯坦都不见了。然后第3个的话呢，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在这2年零10天的战争当中，树立了一个战争最坏的榜样，什么呢？用杀的可以让你屈服，用残忍的方式可以让你不得不接受战争的结果，然后用最惨无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你的话，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接下来的发展的可怕。这个跟我们在面对2次大战、面对日本侵略的时候的大屠杀有什么不一样？它不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那现在心理上的威胁得到的是这个结果，你认为说巴勒斯坦人会能够接受吗？所以说现在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就是你根本分不清楚是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活在加沙的哈马斯的部队，因为长大的巴勒斯坦人自然就变成了哈马斯然后杀掉的哈马斯，他们唯一能做事情就是在继续生小孩。这个是他们有一个女的自己讲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冤冤相报何时了？我觉得真的要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的话，必须要从根治起。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以色列人欢迎这个川普，认为他是最好的，但是你们的国会有很多人拿出 genocide，就是种族屠杀。
对不对？你这种话呢，就是种族灭绝、老师，你讲到冤冤相报何时了？其实很多人说，以色列当初其实是被犹太被纳粹嘛。这段历史我很清楚啊。对，所以它的历史其实对啊，大家都看了电影，看了很多啊。那以色列人会成立这个国家，就是因为那个大屠杀的事情以后，大家发觉不能够再有一些人到处流离，然后被人家杀成这个鬼样子，对不对？那现在的话，以色列居然是主要当了凶手，这个实在是。问题是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庆祝也好，还是该难过也好。对，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历史重演，结果呢，原本是说受害的人，他现在又变成了刽子手，所以这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好，我们再问的是将军。我想我们《孙子兵法》里面最后一篇叫火攻篇火攻听这个名词就是很残忍，而且很激烈的战争手段。火攻篇里面就有一句话：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命曰废流。是大凶，也就是说你利用战功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你后续你不会去治理来讲的话，那个叫大凶那我们验证现在来讲，加沙这件事情来讲，是不是就是《孙子兵法》在我们老祖宗了在2、3千年以前已经很明确的指点出，战争最后还是要靠和平的方式才能够处理。如果你用强硬的手段，而你不去治理来讲的话，那最后来讲的话，留给以色列的，我想说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会是大凶那这次来讲，当然首先第一步，我认为这次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来讲，大概这场战争目前是看到按下暂停键，可是这个暂停键可以维持多久？其实我非常的不乐观，而且也非常的不认为说有可能说是长久。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第一个我们讲说是川普来讲，他提了这所谓20点和平的条件里面，事实上这个核心的这几点根本就没有实现。第一个，这个川普提的20点里面，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那我们现在看到哈马斯解除武装没有解除武装。第二个，他要求的是哈马斯要撤离加沙地区，有没有撤离？没有。现在讲还7000个从地道里面冒出来所以这几个核心根本没看到。那以色列来讲的话，那时候20点里面说以色列撤军，那现在看到以色列撤军没有？没有。所以说根本就是没有达到当初的川普所提的20点最核心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做到。那你说后续有没有可能这个由一个非军方组织来治理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有了。为什么？因为川普已经讲了嘛，这个会有很多资金进来，那接着进来的很可能就是像川普这种土地开发商但今天来讲，最讽刺的一件事情是在埃及开罗大家非常热闹热烈的在那边庆祝停战，总共有20国的元首到了埃及去召开这个以色列的和平峰会。这20个国家元首，包括法国、英国、德国这些元首都去了，意大利、梅洛尼也都去了，但是有2个人没去。这2个人是谁呢？第一个是哈马斯的领导人他没有到场。那第二个是谁呢？是纳坦雅胡，他也不去。那你想想看，就弄了半天，是这2个主要在这个互相打仗的这2个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是不是国家了，那他们没到场，你们旁边人在那边这个煽风点火，在那边庆祝什么你说怎么可能有和平的结果？所以我不认为说是这次来讲，以色列跟加沙就这么简单的就达到可以永久的和平。我觉得这只是暂时按下这个暂停键。那为什么要这个临时按下暂停键？我们不得不想几个理由嘛。第一个就是为了迎合川普嘛，为了给川普一个面子，他要拿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个时候，纳坦雅胡硬压着纳坦雅胡说：“你不要再打我就不支持你纳坦雅胡不得不接受，那让川普可以这个收割这个光芒，让他可以戴上这个有停战的这种促进停战的这个荣冠，可以戴在他头上。我觉得仅这个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当哈马斯平常讲打了这2年下来，他死伤也很惨，他也需要喘口气那可能哈马斯自己目前纯力量来讲也打不下去。我觉得第3个很重要了，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也打不下去了。美国我们看到美国光支援以色列，他们讲说是铁穹系统，光支援给他的就217亿美元217亿是多少钱呢？美国呢，我们刚刚讲那个福特号130亿，可以盖1艘半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了。你看看，光打这场仗，他就美国给了就217亿，那以色列自己花了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是美国也再也支持不了他这么庞大一个军费的支出。